跳啦啦队的每个人的动作位置都不一样，必须要将自己的动作练习到最熟悉，才能在舞台上有好的表现。练习时偶尔会感到孤单，但我有伙伴，每个人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然后不管是做技巧啊、跳舞啊什么的，就是会很有自信，然后也跳得很大力，就会看起来就是很好看、很精彩，因为大家都是很整齐的动作，很一致。我觉得在一段表演里面最精彩的动作是金字塔，因为它的动作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慢慢叠上去，它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当你叠到最上面那一层，再做一些动作的变化，会给观众一些紧张又刺激的感觉。严重的伤势还好，就掉下来可能撞到拉伤这样。那挫折的话，就是在比赛期的话，可能动作会做不好，没有达到教练的要求的时候，就会压力很大，就很想要突破这个动作，但是做不到这样。但是后面就要靠自己调试，然后比完赛就没事了这样。受伤的话那倒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有垫子保护着，然后也是有教练跟老师在，我们才会去练习。克服的话吗？就是努力把它做好，但做不好也没关系，我们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来，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只有不努力而已。我觉得要能够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让所有观众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我认为舞蹈的动作还有技巧的一致性很重要，像如果他们都做的一模一样，就会觉得有一种复制人一模一样，好厉害。带给观众的感染力啦、表情啦，都要是很多的，不然观众可能会 get 不到他表演的那个点。然后音乐的话要很炸，不然平平的会有点无聊。像我们如果练习完啊，我们就会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逛街，然后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找比赛要穿的比赛服。然后如果我们体重都变重的话，我们还要一起去健身房减肥。可能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的家刚好住在附近，然后双方的父母都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像是我们一起出国啦，我们可能会比较了解对方生活上的一面，然后跟练习时的一面，就是可能比完赛会一起出去玩之类的。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很久。跟上你的伙伴，一起来享受我们的表演。跳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2025台湾杯全国啦啦队锦标赛。在今天6月28号礼拜六的上午9点钟，我们在台中的台体大要来进行两地同时直播的比赛。那在体操馆的部分呢，将要进行的就是舞蹈啦啦队的部分。那今天的转播工作呢，将是由我李秉庆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赛评廷玉来为您服务。廷玉你好。Hello， 大家好。好，那当然在今天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刚刚有提到两地同时要来进行比赛。那除了在体操馆部分呢，另外一个频道呢会在这个体育馆呢，所以有两地同时要进行。那在体操馆的部分呢，上午要进行的是舞蹈啦啦队的项目，在中午过后呢，则是要进行这个竞技啦啦队。那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也请廷玉来好好跟大家讲解一下如何来观赏这个舞蹈啦啦队当中的一些美感。好的。那舞蹈啦是有分几个项目，包括待会我们要看到的，比如说彩球啊，或者是爵士啊，或者是其他项目等等。没错，总共是分成这3个项目。对。那在一开始我们可能会看到彩球项目，那彩球部分呢，可能大家能够观赏这些选手们在场上有哪一些值得大家比较注意的动作？那彩球最主要的就是你的手指的动作，像是 motion，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拳眼的。叫一个名称叫拳眼，是。那你的拳眼要在对的位置，你的彩球看起来就会像是一颗完整的彩球。那如果你的拳眼位置不对呢，它就会变成可能一个长方形的模样，看起来就会没有那么好看。是。对，然后彩球强调就是你手部的动作要非常的有力，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技巧难度跟编排，还有音乐的一致性。是。对。那所以在彩球部分是有这样的观赛重点。那在所谓的爵士或嘻哈的部分呢？那爵士的部分呢，它有一个力与美的展现。那也有2个风格，一个就是比较柔软，第二个就是比较有力气的那一种。但是它的力气不会像彩球那么的强硬。对，它是
柔中带刚的意思。了解。对。那一样是有转圈、技巧、腾翻等等。那在嘻哈的部分呢，就是一些比较 hip hop 或是一些地板动作，对，腾翻的动作这样子。所以是不是在这个歌曲的选择上面，也是一个窍门？没错。因为你选的歌曲，那就代表它是你的一个风格。那这个风格在我们评分的标准里面也是一个评分的项目。是，所以等于你整组的这个表演动作跟你的歌曲上面的搭配的完整性要非常的好。没错。而且是不是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跟场边的这些观众朋友眼神的交流啊，或者表情的管理，也一样很重要。没错，那个感染力要让现场就是哦。这就是啦啦队啊，是。好，我们看到在第一组的部分呢，将会是彩球个人一般组。首先登场是来自彰化县的园林国中。体育看完了第一位选手的表演，你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他非常的有力，而且通常第一个出场的人都会也会很紧张，对，而且这又是第一组，对，那他的展现力非常的好，然后柔软度也非常的好，那他的整体的氛围也有在那个音乐的节奏下面，对，而且我觉得他表情非常的有感染力，就是一直保持微笑，然后看着不管是台下的这个评审或台下的观众其实都可以感受到他非常专注的这种神情。没错。好，第二位登场的是来自明道中学，同样是彩球高中一般组。第二位来自明道中学高中一般组的部分呢，也表演完毕。那当然在
组别的部分，我们看到有所谓的一般组或者是公开组，那所以代表选手们可能在这个舞蹈啦啦队的这个投入的部分不太一样。但他应该是说他一开始的训练方式会比较不一样，可能公开组会比较在于是说，像是舞蹈专班的那一种，对。那一般组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学校，或者是公开组有可能是学校的会有体育的，体保生之类的，那也算是对，那也算是公开组，对。那一般组很多人可能是对于啦啦队的热爱或对舞蹈的喜欢而加入。没错。那第3位是来自新北市的正德国中。表现得非常不错没错，我可以看到他的技巧非常的高，对。有一些翻腾的动作，没错，有一些体操的底子，对，加上可能也有一些舞蹈的经验，可以看到他的转圈是非常的稳定的。几个空翻的动作是做得相当的流畅，没错，而且他都有保护。所以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保护的部分，这个重点是什么？像在于空翻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踩球不可以落地，不然就是如果是以你的手部支撑的话，那你的踩球就要拿在另外一只手。是，对，要确保你不会在空翻的过程当中会受伤。好，接着来自南大附中，这也是高中一般组。好，看完的是南大附中选手的表演哦。刚刚有一些抛接的动作，没错。那我们会在一些彩球的变换上面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风格。是。对，那像个人的话就会有独自抛接，那在团体的部分或是双人的部分就会有一些更多的不一样的变化。好，这个来自新北市国中 A。
好，看完的是新北市泸州国中 A 选手的表演。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舞蹈啦啦队其实有这种从幼稚园开始就投入的，没错，就接触。因为我们在同时间另外一个场地也有比较小年纪的这些小朋友的选手。那是不是小朋友对于这个舞蹈有兴趣啊？是不是可以从小就给他一点点这个培养？我觉得从小培养这个舞感以及你的技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当然说，你从国中或是高中才开始接触这项运动的话，那也都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也不会太晚。对，也不会太晚。OK，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一般组的选手或同学们，其实应该就是对这个舞蹈或者对啦啦队有兴趣才投入。他可能不是从小就是以这个项目当成自己的专业在发展。对，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社团，就是开始从国小就开始已经发展，所以这都是一个当成一个兴趣的培养。是。新竹市光复中学。好，接着轮到的是高中一班组，新竹市光复中学。好，看完的是新竹市光复中学的同学的表演。那我们看到有些同学可能才刚接触，慢慢的玩，但是能够有勇气来报名参加，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对，因为现场非常的多人，那在真的会紧张。对，已经很棒了。能够来到这个公开的舞台，没错，表演给大家看，就要有非常的大的勇气。确实啊。好，接着轮到的是泸州国中 B。这是新北泸州国中 B 的同学他完成的表演。那这边跟体育聊一下，那如果从一个初学者到成套，比如说这个大概1到2分钟的一个表演，大概要花多少的时间才有办法真的能够完成这一整套的表演？哇，我觉得，因为其实要在1分半以内完成一整个所有的技巧、还有你的风格以及你的转圈等等，这个我觉得如果是非常密集的在排训的话，我觉得
以没有入门以入门的这个标准为主，我觉得要差不多1个月以上会1个月以上，对，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点表演这样。即使是短短的1分半左右，大概也要1个月以上，而且是比较密集的训练才有机会。对，因为要从一开始认识 motion 的位置，然后再到你转圈，然后再增加你的难度。对，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需要练习的一个过程。对。接着看到的是南艺大舞蹈系，这是公开组的部分哦。没错。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力道啊，那速度啊，还有他们整体的稳定性确实不同。没错，而且它的转圈，还有加上它的空转，以及它的结束后来一个厉害的技巧。再加一个反四面转。这个空翻，表现得非常好。没错，来自南艺大舞蹈系的同学，而且可以看到他的脚尖膝盖的细节做到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刚刚就提到一般组可能很多都是比较像社团形式，或刚入门的同学们，那来到公开组就截然不一样那可能都有一些体操或舞蹈的功底了。对，好，接着看到的是国中一般组，崇德国中的同学。上看到虽然是一般组但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没错尤其在整个舞蹈的编排，或者是他在动作掌握上面，跟这个音乐的搭配，是做的非常的纯熟。对的。几个转圈的姿势，然后接上一个按头，然后它的力度也非常的够。彩球个人高中公开组。台中市文华高中，接着轮到的是台中市文华高中，这是彩球个人高中的公开组旁边有啦啦队这是来自地主没错。它的力度非常的好。
看完了文华高中同学的表演，虽然当中有一点点小失误，不过他很冷静啊，那知道如何去处理，知道如何去把原本看起来好像失误的这个动作给化解掉。在他的技巧转圈里面加入了非常多的面向，对，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技巧。接着是彰化县大同国中，同样也是国中公开组的部分。好，看完的是大同国中的同学。那这个赛品怎么看刚刚的表现？他的表情的传达力非常的好，就以及他的表情在他的力度的搭配上面，还有他的面向的搭配上面是非常的好的，会让台下人看起来有个非常激昂的感觉，很有感染力。没错。好，那接着轮到是南艺大舞蹈系 B。看完的是南艺大舞蹈系 B 的同学，那我们刚刚看到在场中部分抛接是不是都有一点点风险？也会，因为他需要非常的专注，你要在那个当下，你要直接接到彩球，这是个需要练习的动作。对。来自彰化县大同国中。一个连续的腾翻技巧，转圈速度非常的快。
这位同学表现得非常好啊，相当的流畅稳定，而且他的动作都有在音乐的点上。没错。高中公开组，台中市文华高中 TFDS。好，接着轮到的是文华高中另外一位同学。看这位同学的表现，他的风格的执行力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评分标准里会有一个彩球风格，那它跟前面其他几组的风格来的还要更加的，音乐也更加的还要再更强烈一点，对。好，接着轮到的是云林国中。每位选手都是有备而来哦，没错。那大家在这个舞蹈的编排跟音乐上的配合，都做了很多的心思的运用。对。而且在编舞的过程中，你跳舞的空间感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对。如果可以运用满整个场地的空间，那整体的画面会看起来更满。对。同学们的表现都要靠评审们伤脑筋啊，没错，因为有时候大家的演出啊，或者是内容啊，其实在伯仲之间，那如何从这些细微的差异呢，去筛选出最好的选手，那登上颁奖台，确实对评审来说也非常不容易。没错。那其实，在一开始开赛之前，就已经让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在进行彩球项目我们如何来观赏。那我们看到这个阶段，你觉得大家的表现目前为止还不错吧？我觉得大家都表现非常棒。对，而且在于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站上台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对，而且你要在那么多人面前，然后跳出你已经练习很久的舞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好，南艺大舞蹈系 A 队的同学。
今大会会看到的是男生的选手，对，台北市他在运动能力当然会学校感觉又更技术出色一点点。会更有的爆发力。嗯，这样也是非常鼓励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男性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对，那他参与编号技巧跟柔软度上面也有非常高的知识力。当然男生跟女生他们的擅长的部分可能不太一样。那男生可能在整个爆发力啊、速度上啊、运动能力好一点，但女生的柔软度啊，或者对音乐的这种体会诠释，会有他独到的地方。现在看到的是 C 哈个人高中，对不起，个人国中一般组，决定国中。好，看到的是今天第一位的嘻哈的选手。那这边跟体育讨论一下，真正的嘻哈的舞者跟我们跳啦啦队的选手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他们对于舞感的一些，因为像是彩球，它是这样的，比较力度比较强。对，那爵士的话就是有风格，有一点软延伸的这一种动作。那在嘻哈的部分在于你的风格，对，也是在讲风格的部分比较不一样。就是它刚才有很多肢体一些扭动啊、柔软身体的一些曲线不一样，对，这也是我们一个嘻哈的风格不一样。看到在上午，在个人彩球的部分已经来到了就是最后一位了。那当然在待会的在后半段呢，还会有大专组的部分，也会持续来登场。那不过在上的部分呢，彩球个人高是男人大舞蹈系C 队的最后一位同学。那接着我们就看到是 C 哈的部分。他在打扮上面就很有风格，对。他运用了很多身体律动的部分。
看到的是同学的表演，真的让大家印象很深刻。没错，加上在音乐上面的一个串联啊，对，很有特色。而且还加入很多的地板动作。好，接着轮到是中华艺校影剧科，这是高中的一班。好，看完了这位同学的表演，那我们看到在刚刚稍早是彩球，那现在是嘻哈啊，其实风格是截然不同。在嘻哈的部分，大家的动作就很明快，那当然在造型上面也是别出心裁。没错，大家都希望能够在一开始，不管是第一个动作下去就吸引大家的目光。在比赛过程当中，你的服装也是一个评分亮点。对，所以很多服装是不是都是自己加工？对对对，会加入很多亮片或是转，对。刚刚看到有一些动作，其实跟我们稍早看到的彩球会有一点点类似啊，都有一些翻腾啊，或者旋转的动作，对，基本上是相通的。而且它嘻哈的话更注重于它的身体的律动感，对，那它的律动跟它的协调性，对，这是彩球跟爵士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嘻哈的节奏感非常强烈，没错。那在嘻哈的部分有没有特别需要哪一类型的舞蹈来加强？哪一类？我觉得对于你身体的节奏感好的舞蹈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不局限于哪一种风格，对，它你可以强烈表达出你自己的个人的特色，那是最好的。对。那当然，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多尝试一些不同的元素的舞蹈也是非常棒，因为像是彩球跟爵士跟嘻哈，我们也会一起训练，因为每个舞感不一样。对，那你练起来，你一起训练的话，那你的编排就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更多元。对，没错。好，
等待现场每个老师完成之后呢，进入到下一组康宁大学。哇，这位同学的表现相当出色啊，动作利落，而且表情对很到位啊，很享受他带给大家的这种啦啦队的精神。而且在于后面有一些音乐渐落或是渐强的部分，他都表现得非常的好。来自康宁大学。好，在上面跟这个底下的观众有交流、有互动，这非常非常好。没错，感染力非常的强。评审老师在做最后的确认。那你自己在舞蹈啦啦队的部分，你最擅长的项目是哪一个？我最擅长的是彩球。彩球。对 ，OK。从国中开始就是接触彩球，然哦，后后续到大学的部分是比较偏爵士一点。比较偏爵士。对，但是其实彩球的项目也有参加。对。所以就彩球跟爵士，那嘻哈碰的比较少。嘻哈有，也有，我也有尝试过。对，在大学的部分，但那是团体组，就是大家一起比赛啊。对，是。那团体跟双人跟个人的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没错，待会我们也都会陆陆续续帮大家介绍。没错。接着轮到的是南艺大舞蹈系。Hello, my name is Beyonce.
国仪。好，再来看一下刚刚的慢动作重播哦。其实这位同学在比赛一开始整体的律动跟音乐上的配合是非常到位的。嘻哈个人他的表情也会随着他的音乐跟动作来做调整。是。对，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都是细节，能不能拿高分哦，就看这些细节有没有做到位。接着来自的同学是吸引力。好，看完的是来自吸引力 B 的同学，他是国中公开组。那我们看到，因为现场的观众非常非常多，刚刚在大会的部分也不断的提醒观赛的这些朋友们呢，要再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动作，不要干扰到场上在比赛的选手。没错，而且要注意安全，因为现场非常多的设备。因为同时两个场馆在进行比赛，两边的人数都很多。没错。好，接着轮到的是进修中学，来自台北市。这是爵士。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位爵士的选手。那赛评觉得他的表现如何？我觉得他爵士风格的延伸感非常的好，而且在于空间的变化也运用的非常的好。编号27，嘻哈个人国中公开组，安雅舞蹈团。嘻哈个人的安雅舞蹈团。
这段的表演呢，吸引了满堂喝彩哦。错，而且他对于动作的控制力非常的好，在于一些身体离心的动作也是做得很好。在场上发挥他的身体的柔软度啊，在地板上面。编号28，爵士个人高中一班组，新北市光复中学。光复中学爵士的个人高中一班组。也顺利完成了他的表演哦。虽然是初学者哦，但是他也把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尽量能够做到位。而且动作完整性也是编号完成的非常出色的。嘻哈个人国中公开组，吸引力 Attraction A 队。看完选手也表演了他自己编排的这一段了。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就是有时候太专心在自己的舞蹈上面或自己在表演的内容部分，这个表情的细节就比较没注意到可能没有办法跟场下的这些观众有些眼神的交流，这是比较可惜的。
好，也恭喜他顺利的完成将近2分钟的表演。编号32，现在来到32号。那这是爵士个人的高中一班组，来自台北市复兴实中。看到的是来自台北市复兴实中同学的表演，从一开始音乐轻柔到后面的比较激昂，这个安排上是很有特色。而且他的身体的线条也是编号33，爵士个人国中一班组，新北市正德国中。好，接着轮到的是新北市正德国中爵士个人国中一班组。正德国中的同学也顺利的完成。那这边请教一下，是不是在爵士或者是嘻哈，甚至彩球，是不是有一些动作是在比赛当中一定都会表现出来？一定都会表示，那一定是我们的。第一个就是风格嘛，是对，那它是爵士，那它在于它的柔软度这个部分要特别强调。对，还有它的延伸，就是肢体延伸末梢，像我们指尖要往前延伸这样子。对，然后还有我们转圈技巧，还有我们的跳跃，还有我们的流动跳跃，然后还有跳跃就是原地的那种跳跃，然后流动跳跃是有一个位移的部分，是，然后后面再来更多的高难度的技巧。好，接着是美专业舞蹈教室
这是高中公开组爵士个人。好，刚刚看到的是美专业舞蹈教室所派出来的同学，当然在场上他的旋转的动作是做得非常的多，没错，而且加入很多变奏的变化。那其实可以从复兴时钟跟这一位同学来就听得出他的音乐的东西的不一样。那所以希望他再多点是一点柔延伸的动作。那这一位美专业舞蹈教室的同学，他就是音乐比较磅礴一点，然后又带一点力。是，所以也因为音乐选择不同，也展现出他在场上风格对这种多样性。所以有时候搭配音乐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一个比较轻柔的音乐，可能在整个表现上面会更柔美一点。那如果是一个比较磅礴音乐，可能在力度上面的展现要更着重。对，会力如果比较磅礴的话，会让人很震撼感。但是如果柔美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它的线条是非常的顺畅。是。接下来进场的队伍编号36。大会报告，非常抱歉，由于场地问题，目前正积极排除，恳请耐心等候，感谢大家的理解。刚刚大会宣布，那场地有一点点的
故障要排除哦，所以要请观众朋友稍微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稍早哦几位选手的精彩 highlight。好，我们看到在问题的部分很快的就排除了。来看一下爵士个人高中公开组的部分，中华艺校舞蹈科 C 队。好，这是中华艺校舞蹈科 C 队的同学也完成了他在爵士编号舞蹈的表演。爵士个人国中一班组，新北市 TCS 探索未来国际实验教育机构。下一位同学来自新北市，这是国中一班组。哇，这位同学他应该有蛮深厚的舞蹈底子哦。对，尤其是翻腾的动作，对，非常的有爆发性，而且他的表情很有自信，跟这个场下的观众是有眼神的交流跟互动的。而且他的服装也非常的不一样。嗯。好，接着轮到南艺大舞蹈系 B 队。
哦，那整个 ending 跟音乐上的配合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可以看出他的手部的动作非常的明确，而且很有张力。编号39，爵士个人国中一班组，彰化县鹿港国中。好，接着轮到的是彰化县鹿港国中的同学，这是国中一班组的部分。这位同学，他的特色就是柔软度非常好，没错，完全展现出来了。对，然后他在他的能力、柔软度上面跟技巧也是非常的好。中华艺校舞蹈科 A 队。好，中华艺校舞蹈科 A 队，这是个人高中的公开组。这是舞蹈科的同学啊，这就是科班出身啊，确实说展现出来的内容，没错，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新北市泸州国中 B 队。好，接着是国中一班组，来自新北市的泸州国中 B。
这位同学搭配他的音乐，表现得非常的轻柔。也很好的表演出它的完整性。是。在短短的这不到2分钟的时间，要设计出一整套，等于是你要利用这一段的表演，要有语言啊，告诉大家你的内容是什么，是不容易啊。对，你的舞蹈会有一个故事性。对。前后位2位的同学这个风格是截然不同。那前一位是比较轻柔，那这一位当然就是整个音乐的震撼度又更高了一点。没错，又带了更多的力度。当然他所表现的内容也更展现出他的速度跟运动性。错。好，接着到的是新北泸州国中 A， 这是国中一班组。这是泸州国中的同学在一班组的部分，他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表演。再看一下刚刚的全国镜头，他是以柔美为主，他的风格。爵士个人高中公开组南艺大舞蹈系 C 队。加油！接着是南艺大舞蹈系 C 队的同学。
这位同学不管是地板啊或空中翻腾的搭配是非常好啊，所以在编排上面确实也要花费非常多的心思哦。爵士个人国中一班组，台中市崇德国中。好，接着轮到的是崇德国中，来自台中地主。好，来看到崇德国中的同学也完成了他的表演。编号46，爵士个人高中公开组，中华艺校舞蹈科 B 队。好，接着轮到的是中华艺校舞蹈科 B 队的同学，这是个人高中的公开组。这是中华艺校舞蹈科 B 队的同学，在高中。编号47，爵士个人国中一班组。那这边也台北市复兴实中 A 队。场如果真的是成为比较科班的选手的话，他大概每天要花多久的时间来做训练？好，因为我本身不是非科班的，对，但是我大概知道他们通常是学科会是在一个早上部分上课，大概他可能下午的练习时间都是在下午，对，就是集中训练这样子。所以每天大概还是会有一个半天，在这个部分做加强。对，然后也会有很多的加练时间，那这就是看各个学校跟各个教练的安排。是。
这是来自台北市复兴时钟。有几个翻腾的动作也是做得非常的平稳。那你可以看到他的服装，他在他的腰，还有他侧边的腰跟他后面都会有非常多亮片设计，但是可以更好的说是他的身形以及他在跳舞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编号38，爵士个人高中公开组，台中市文华高中。好，接着轮到的是台中市文华高中。哇，他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强烈。对。哦，所以也必须在他的力道上面啊，或者肢体语言部分啊，给大家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没错，要互相搭配。而且加上他的技巧动作也是非常的有爆发力，然后他动作完整性都很高。加上有一些比较高难度翻腾的这种高难度的技巧，结尾也是非常的震撼。编号49，爵士个人国中公开组，彰化县大同国中 YY B 队。好，接着轮到的是彰化县大同国中，这是国中公开组。这是彰化县大同国中的同学。再看一下刚刚几个精彩的动作，虽然一开始有一点点小失误，不过没有影响到他在后续的表现，还是很稳定的发挥啊，包括在表情上面，还是做得相当到位。而且这也是平常在练习的时候，教练都会跟选手们一直强调说，就算有失误或是一点点小小挫折，但还是要尽努力的把后面的舞跳完。对，
但在脸部的部分呢，没有受到影响已经不容易了。没错，非常的专业。裁判做完了分数的确认，比赛持续进行。接着轮到的是彩球个人大专组的部分，来自万能科大的同学。婷宇怎么看万能科大同学的这一套表演？他非常编号51爵士个人国中公开组彰化县大同国中这个流程也是非常的顺畅他的能力也非常的好。好，接着轮到的是大同国中的同学，这是爵士的国中公开组，可以看得出来转圈非常的有力量。接下来是一个前软翻，然后再接一个侧弓，来一个后拔腿，还有柔软度非常的好。阿拉西贡的反四面转。他的节奏非常的明快。而且在他转圈的时候，还有加入不同面向，然后是反面的转圈，然后连续的公翻技巧。旋转的回跳，柔软度也是非常的好。编号52爵士个人大专组
万能科大 B 队。好，接着轮到的是爵士个人大专的部分，万能科大 B。在编排爵士舞编号的时候， 53我们爵都会士个人请国中选手公开组去了解彰化那首歌县大背后的用同国中意。YYA 队。内容。对，然后透过歌词或者是音乐的氛围，然后去做更好的编排。对，他可能要了解歌词的意涵，没错才能把这个故事说得完整。对。手前软翻，后拔腿，单手侧翻，阿拉塞贡turn，调有一点反四面。其实，在整个舞蹈的技巧里面，当然除了一些高难度的技巧，那我觉得转圈的部分也是非常的需要你的核心的帮忙，对，因为你下脚的稳定度要非常的重要。接着轮到的是万能科大 A。
编号55嘻哈个人公开组男艺大舞蹈系。我们刚刚看完是爵士的部分，马上又来到嘻哈。错。这是风格截然不同的2种内容，而且是男生的选手。可以看到他的手部动作非常的利落。他的身体控制度非常的好，然后空间的运用也很好。来看一下男选手在整个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特色。编号56非常的爵士个人大专组屏东科大。接着来看到的是屏科大爵士大专组。这是 Foyte， 接了一个腾翻，一个前软翻。来 second turn。编号57爵士个人公开组男艺大舞蹈系。接着又是南艺大，这位是爵士公开组的同学。一个2位快跳。Switch tilt， 空翻，
好了 second turn， 加入反四面。哇，同学加入很多技巧在里面哦。没错，而且他的手部动作也非常的多，看起来画面会更满。因为他的细节都做得很好，像是脚尖、膝盖都有伸直。是。如果在你看完这三种风格的舞蹈比赛之后，你觉得如果是依你的话，你会觉得哪一个舞蹈更适合？如果是我的话，对，以男生的角度的话，也许认为嘻哈。哦，会先尝试的。对，因为彩球可能对于男生好像玩这个运动，就是玩这个道具可能不会那么快上手，我个人认为，对，但如果爵士可能还是需要，我认为爵士可能在音乐性上面比较轻柔一点点，对，可能那种一开始这种渲染力，可能一开始给观众的渲染力没那么重，那当然我相信也有比较这个在音乐性比较强的这个爵士的音乐，对，只是对我们是这种初学者或者是很粗浅认识，认为嘻哈可能还是比较音乐性、流行性强一点。谢谢直播。是，好，那接下来来看到的就是彩球的部分了。非常完整的转圈，来一个地蹦，好啦 second turn， 再一个空转，再连接一个侧空翻。
腾翻的连接，2位跨跳。原地的 jump， 好了，随共4面转。哇，整套的设计非常的完整，然没错后跟场边观众的互动，然后在场上技巧的展现，都非常好的一位。没错。这同时也是个人项目的最后一位同学。那接下来就是双人部分了。那首先要登场的是林边国中，这是彩球双人国中一班组。双人它最主要的就是2个人的默契，还有一致性的画面。对，哇，这个同步到目前为止做得相当不错。没错。侧空翻，单手侧翻。哇，能够把同步做得这么到位，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来练习啊。没错，而且他们的默契要非常的好。编号60彩球双人高中组，高中一班组，新竹市光复中学 C 队。好，接着来到新竹市光复中学，彩球双人高中一班组。一个双人技巧。kick。原地的 jump， 还有一个跨跳，还有一个双人技巧。啊，两位选手。不但身形相仿，长相也跟姐妹。对，包胚。好，接着轮到的是新北市正德国中。高难度的转圈技巧，再一个空翻，原地的 jump。一
个正四面的 RC 弓。单手前软，后拔腿，哦，这个双人技巧，空翻。有一个地崩，这一组的默契搭配是相当的纯熟，没错，做了一些抛接的技巧编号动作。62彩球双人高中一般组，新北市光复中学 B 队。好，又是新竹市的光复中学，这是 B 队。开始先一个双人技巧，两圈的转圈。一个连续跳跃，双人技巧，有不同层次的 motion。一个双人技巧，这边跟赛评讨论一下，在单人跟双人他们练习的彩球双人国中一般组，台中市市政国中是双人，因为对双人你要培养两个人的默契，然后你们俩的动作跟面向一致性要一样，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做的话，那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步调，按照你自己的拍子来。但是双人的话，就是要两个人的这样的默契，练习的时间一定要更多。是。双人的 kick。哇，那刚刚廷宇所提到双的难度就出现了，就是两个人的默契动作要一致，这真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那只要双人有失误，其实也看得比较明显，所以就会让选手们的压力会更大。对。
翻手侧翻。双人技巧。这一组的表演获得了满堂喝彩啊！然后有几次精彩的双人技巧搭配。错。再来看一下刚刚的重播画面。彩球双人国中一班组，台中市大多国中。接着轮到的是地主台中市大墩国中。开头非常的有气势。对。到目前这个同步性，是做得很到位。Toe touch， 阿拉 second turn， 加入反四面。这个双人技巧。Switch leap， 再一个按头，这一组虽然在过程当中有一次比较明显的彩球转换的失误，但是除了这个失误之外呢，其他的部分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精彩，瑕不掩瑜啊。而且他们的力道也非常的足够。再看一下整个同步性，整个拍子的这种顿点的掌握都做得很好。那彩球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motion 的变化性，就是更多复杂的或是更多的 motion 动作，会让整体的画面看起来更丰富。像这一种有变换层次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一个会评分的重点。编号66彩球双人高中公开组，新竹市光复中学 B 队。好，新竹市光复中学 B 队。Second turn， 一个 C jump， 加入 kick， 双人技巧。双人技巧 ，C jump， 这个路跳，好，顺利的完成了，恭喜新竹市光复中学 B。编号67彩球双人国中一班组，台中市世珍国中 A 队。
A， 就是国中一般组。连续跳跃。我有一个双人抛接彩球的动作。两个派子。编号68彩球双人高中公开组南艺大舞蹈系。接着是南艺大舞蹈系，这是彩球双人公开组高中的部分。那我们看到是男女生的搭配。À la secondaire。侧翻。阿拉塞公特变换你的手部动作。一个 switch。我看在旋转的过程当中要维持同步性，这个难度很高，因为转的速度要一模一样，这个太不是说办不到，但是真的需要花很多时间。没错，真的。接下来这两位同学分别来自屏东县的鹤生还有民政国中。可以听到音乐是非常的快速的。双人技巧。单手侧翻，地蹦，switch lead。
位小选手默契十足哦。没错。虽然是来自两所不编号同的国70中，彩球双人高中公开组，但是在搭配上面美商业舞蹈好没有违和感。对，默契非常的好。前软空。柔软的展现，再一个双人技巧。second turn， 一个连接性的地板动作，再接上双人技巧。空翻，原地的2个连续跳跃，哇，这一组啊也做了比较多的变化，那也有彩球的抛接，没错，默契的搭配，对，而且还有互换彩球的部分，对，所以这个也需要非常考验默契的一个地方。好，接着来到台中市中山国中，开场是一个双人技巧。反手的前软，阿拉second turn， 面向的变化，空翻。一个双人技巧，刚刚完成表演的是台中市的中山国中两位小选手，当然在同步上面呢还有一点点这个加强的空间，但是2个人的能力都非常的好。桃园志平高中。双人在位置的转换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双人技巧，second turn。
侧翻，这个补地。哦，这一组的同步性就做得非常的到位哦。没错。编号73彩球双人国中公开组，金龙日舞蹈艺术中心。国中公开组的部分，舞蹈艺术中心。单手侧翻，再接一个跳跃，接一个 tilt， 有双人技巧，连续的双人技巧。在转圈的面向做了很多的变化。新竹市光复中学。好，轮到光复中学 A 队。好啦 ，second turn。toe touch， 双人技巧，有单手侧翻。双人技巧，有跨跳，哇，这一组就做得很到位了。没错，对，整体的流畅度非常的好。编号75嘻哈双人国中一班组。刚刚在默契上的表现，那这个动作的同步性。新竹光复国中做的，高中做的非常好。接着看到的就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哦，嘻哈双人哦，这是桃园市大冈国中的一班组。有双人技巧。
那我们的嘻哈双人更会注重我们2个人身体的五感有没有一致。对。编号76嘻哈双人高中一班组，亚太美国学校。好，接着轮到的是亚太美国学校，这是嘻哈双人高中一班组。非常帅气的2位女生。编号77嘻哈双人国中一班组，台中市大墩国中。轮到台中市大墩国中。这个按头，双人的侧翻，非常厉害的双人技巧。选手个人的技巧展现呢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默契也好，然后有很多高难度的双人搭配，发挥的非常的好。编号78嘻哈双人高中一班组，中华艺校影剧科。你看中华艺校影剧科。抛
人国中公开组，晴空 System。接着轮到晴空 System， 这是国中公开。两位选手在嘻哈的风格非常的强烈，哇！一出场包含音乐啊，包含他的装扮，对，我就能够让观众一眼就看出来参加哪个项目。没错，而且还有加入非常多高难度的地板动作。双人高中一般组，台北市进修中学。哇！接着登场的是台北市进修中学，这是嘻哈双人高中一般组。技巧。刚刚是台北市进修中学，那接着是安雅舞蹈团。刚刚是高中，接下来是国中公开组。拔腿。加入面向的变化。双人的 Phantom 动作。
去力。编号82，嘻哈双人高中公开组，正午街舞班。接下来轮到的是正午街舞班。双人技巧。加入了地板动作，单手侧翻，选手的节奏非常的轻快，没错，对他们整体的一致性也很好。很有夏天的感觉。编号83，爵士双人国中公开组。接着是爵士双人国中公开组的彰化县大同国中。非常完美的转圈跟跳跃，阿拉塞公转加空转，还有反四面转。双人技巧，后拔腿。地缝加按头，连续的翻腾动作，非常漂亮的侧空翻。非常完整的演出。对小选手来讲要做这样双人的搭配，在力量上的一个掌握，没错，不容易。所以他们的一致性也很高，因为他们的默契非常好。待会要登场的会是嘻哈的双人高中公开组。接下来进场队伍编号84，
林大学。这一组来自康宁大学，他们的一致性同步做得非常好，像照镜子一样。没错，哇，这个动作是一模模一样样啊。对，而且他们的力量非常的震撼。台中科大爵士双人，非常有故事性的开头。这一组光是在这个服装的打扮呢，就别开生面啊，非常的特别，如同赛明讲的，很有故事性的一段表演。音乐跟他的服装有搭配到一起。编号86爵士双人高中公开组南艺大舞蹈系。轮到南艺大舞蹈系，同样是爵士双人。Down
翻。编号87号，爵士双人公开组 Infinity Dance Studio。爵士双人公开组 Infinity Dance Studio。再一个双人技巧。Switch leap。编号88，爵士双人高中公开组，中华艺校舞蹈科。好，接着轮到的是中华艺校舞蹈科，这是爵士双人公开组在高中的部分。再一个双人技巧。刚刚完成表演的是中华艺校舞蹈科但在上午的部分，我们看到在舞蹈啦啦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剩下大概是3到4组的部分在这个中午过后了，待会要登场的会是竞技啦啦队也是另外一种风格的表演。没错。
巧。那接着要登场的将会是彩球双人的大专。那当然，在刚刚醒吾科大的表演啊，也是相当的精彩，尤其有很多的翻腾的动作，没错，这是很难的。对。编号90，彩球双人大专组，台中科大。有连续的 toe touch， 再一个单手侧翻，一个双人技巧。连续的快跳，的 toe touch。最后用一个抛接当做结尾。编号93，爵士双人公开组，由月说青少年舞团。好，倒数第2组了，爵士双人公开组的部分。一个双人技巧。按头，翻腾技巧，一个侧空翻跟后拔腿，还有阿拉塞贡，一个连续的翻腾动作。双人技巧。很有故事性的一段表演哦。没错。紧接着是我们在
这个舞蹈啦啦队的最后一组要登场的是嘻哈双人公开组，来自醒吾科大的表艺系。编号94，嘻哈双人公开组，醒吾科大表艺系。身体控制非常的好。好，这是在今天上午最后一组在舞蹈啦啦队的表演，是来自醒吾科大的表艺系，是嘻哈双人公开组。所以上午从9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是12点钟，我们看了将近100组的同学们的表演，从国中一路到这个大学大专的部分呢，也看到这些小选手们或是学生选手们不断的在这个舞蹈啦啦队的这个表演来做努力，也希望他们在接下来有更好的成绩。那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预计在12点15分要进行竞技啦啦队的比赛，所以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 Hot Sports 的频道。我们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比赛现场。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回到 HotStop 的频道，一起来欣赏2025台湾杯全国啦啦队锦标赛的现场。那在待会12点15分呢，预计会进行的就是竞技啦啦队，也是大家可能过去也蛮熟悉的一个项目。那这场转播工作呢，持续由李敏信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赛评展豪教练来为大家服务。展豪教练又见面了。对啊，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对，那当然在竞技啦啦队的部分呢，展豪教练是很专业。那过去谢谢当然也代表台湾去参加过这个世界层级的比赛。那待会也透过展豪教练的解说，能够让我们更了解这项活动。那当然在竞技啦啦队的部分，有很多是属于这种团体的部分，所以会有很多的这种默契的搭配啊，还有这种空抛啊，这个抛接的部分，是不是也是在场上观察的一个重点？对，就是通常竞技的部分呢，在腾翻还有舞伴技巧都是我们在竞技啦啦队这个组别里面。大家非常喜欢，也很喜欢在这个部分去琢磨、跟练习，还有展现的地方对，不过在今天我们在组别当中也看到，有所谓的个人组啊，或是技巧组啊，那这个部分也是展豪教练可以帮我们稍微解说一下嘛？像个人组的部分它就会比较着重在体操的腾翻，对，那腾翻技巧这个部分他们就各有比重。对，所以选手要知道自己比的是哪个项目，OK， 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分的组别很多，很细，对，所以你今天会发现很多组别，在组别上的划分不同之外，在他们的比重跟配分也会相对有不一样的比重。对，那我看到在组别的安排部分，还有所谓的金字塔组，但是金字塔一直是在竞技啦啦队一个很大的看点，因为这个是难度很高呢，那看起来又是赏心悦目。这个组别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地方吗？它这个组别最主要就是着重在金字塔这个部分，就是你能够在时间内尽可能去展现。对，当然还是以安全的前提为优先，因为金字塔的组合相对就是人比较多嘛，虽然它只有规定就是9人对，相对人少的时候，你在做这个金字塔展现呢，就相对一定要在保护上要一定的规范。没错。那当然，待会观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转播好好来欣赏这个高度技巧的竞技啦啦队的一些组合。那当然，在今天包括下午的部分也开始会有一些小朋友的这个竞拉，小朋友非常可爱，对，非常可爱。等一下我们可以期待这个部分。这是另外一个面貌，就是说除了我们在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竞技的部分，但很多是我们这些基层小朋友他从小接触从这样的一个转播过程当中，他们也获得一点成就感，也知道自己上了电视，那希望在这个运动上面持续的来努力来推展，因为毕竟台湾在竞技啦啦队，其实在世界杯也曾经拿下过金牌。我们在世界级的这个级别里面是相当有成就的。对，而且在去年，其实2024年也曾经拿下了铜牌。对，所以不管是金牌或这个铜牌，其实台湾在世界级的舞台，包括世锦赛这些最高层级的这个比赛当中都有很好的成绩，所以我们待会看到这些小朋友，也许未来就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成员。对，很期待他们的表现，因为现在在小朋友这个部分的推广其实有几件等一下的看点是蛮值得专注去了解一下他们在编排上，还有在小朋友的技术上是蛮值得让人家期待的。对。而且刚刚其实赛前跟这个展豪教练在聊这小朋友学这个竞技啦啦队确实不容易因为家长愿意让小朋友来参加，一开始好像觉得有一点点风险因为毕竟在这个场地上面虽然有这个安全的人员教练或者是完整的措施保护，但是只要一抛一飞，家长就会有点担心。这个手心手背都是肉对啊，这个虽然每一个运动它都有风险但是我们最主要还是在着重教练的推广这方面，它有很清楚的级别上的规范。确实，所以你在每一步学习的过程，尤其是在教学上，整个系统我们都规范得非常完整。对，那跟着国际的脚步呢，其实你每一组，你除了在练习的过程就已经可以比赛之外，对你到最后这个成就的部分，其实会越来越扎实。所以它在级别上的规范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就是你必须在练习的过程，同时要能够参加比赛。对，所以你也不能够去跨越你的级别。没错，对，安全性考量。对，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在推广上比较骄傲的地方，就是说在竞技啦啦队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
以往跟现在来比啊，现在是越来越科学，而且现在的教练的素质越来越好。对，所以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应该是可以蛮放心的，可以放心，让小朋友去从事啦啦队相关，不管是刚刚我们在稍早介绍的这个舞蹈啦啦队，对，或者是待会要登场的竞技啦啦队。但大家过去对于这个美式啦啦队的印象就是所谓的竞技啦啦队嘛，因为过去我们在看很多的这个美式的职业比赛，他们的中场的这个表演就是由这个竞技啦啦队组成，那也是当时在这个美国的职业赛场上有竞技啦啦队出现之后一炮而红，然后变成一个全世界都非常热衷的一项运动。是的，对，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转播，能够让家长更了解这个运动上面，其实在安全的防护措施之下，其实小朋友是可以很安心的来这个学习。对，而且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最主要还是在身体上的开发并不是说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选手，不是以选手为目标。对，最主要是要能够让他们有多一点肢体的活动，尤其是体操类这方面，对小孩子的发展非常有帮助。如果从小就养成这个运动的习惯因为应该家长有个认识，说我们把小朋友送到这个不管是哪个项目的运动，都不是愿意一定要让他成为专业的选手，而是培养运动的兴趣。那借由运动的兴趣，那也厚实整个台湾的这个运动风气。对，以及他基层的这个就是这个基层的基础的程度啦，就是我们说要从基础开始做，然后慢慢再培养的上来。到大专，甚至他成为公开组之后，相对他的技术性会不一样。对，那尤其体操项目，因为人类的本能嘛，跑跟跳，对，这就是我们从小可能都不用教就会的一个这个运动能力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专业的这个体操的训练，其实可以让小朋友在整个身体的发展会更加完整。其实对于小朋友在这个不管是在学龄前或者是接续到了这个小学中学阶段，其实对于他们的生长是很有帮助。没有错，教练应该有很大的这个体验。是啊，就是尤其是在自信的展现这方面其实我觉得啦啦队的孩子他有一方面就是在于沟通。对，尤其是在竞拉这个部分，因为人多，你在技术展现的时候有很多需要去讨论的。甚至跟教练在纪律配合这个部分，没错。对，所以在人格的培养是可以让孩子养成一个讯息，就是说我愿意跟人家多了解，是一个跟大家可以合作的，没有错，个体，这个非常不是只是我一个人，很自我，没有错，对。所以我想这个竞拉，因为它是一个很多的这个参与的人数所以在这个画面上的呈现会更加丰富所以这边请观众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竞技啦啦队马上要登场。台湾杯全国啦啦队锦标赛竞技啦啦队上半场，竞拉指定动作国小组、金字塔、大专组、公开组。竞拉团体好，欢迎再回到2025台湾杯全国啦啦队锦标赛，紧接着登场的就是竞技啦啦队的部分。公开组6级 Level 6，裁判介绍吴卓汉老师、周正伟老师。
先来看一下裁判林介绍。雨婷老师、林秉义老师、陈昶熙老师、洪俊煌老师、盛子阳老师、舒泰林老师，请大家以热情掌声感谢裁判们，并欢迎即将上场的队伍。比赛正式开始。编号97，金字塔大专组，淡江大学。首先要登场的是金字塔的大专组，来自淡江大学。淡江大学在往年都是常客啊，今天下到台中来，算是蛮幸运的。好，首先呢是用转接的方式做一个 high start。对。好，衔接一个直接丢上的221。好，这是一个倒立姿的双股立姿哈。好，最后一个是扭脚的动作。好，结束呢也是一个111的 side step。是，啊，这就是刚刚有提到在金字塔组的表演，然后有很多高难度的这种空抛啊，然后站立啊，那互相的这种搭配，对，这难度很高。通常这种离手啊，就是由底层把上层送上去离手，它必须要滞空这个动作，在默契上的搭配，然后比这种衔接上去的方式要差很多，因为它毕竟有一个滞空时间。那在空中上层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其实这个有时候在比赛的现场都蛮难说的。为避免影响裁判评分及维护他人观赛权益，赛程进行中，请勿站立，请勿走动，敬请配合。
接下来进场队伍编号98，金字塔公开组凤凰竞技啦啦队。好，紧接着要进行的是金字塔公开组，这是凤凰竞技啦啦队。刚刚是大专组，啊，这时候是公开组，会有2支队伍。开场的时势是一个 side step， 然后再衔接一个直上，这个 liberty 的动作。接下来衔接的是112。好，一个后翻上衔接的是一个牛角，但是完成度比较差一点点。要撑住，加油！好，安全的下来就可以了。对，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安全还是要摆在第一位。对，像这个开场的动作，其实在这个公开组是蛮常见的。这种肩上骑坐姿啊，他们这一次有看到一个说肩上骑坐姿下来的下法是蛮特别的，就是他们利用一个旋转的方式下来。是。这个后翻上对有一点可惜，但是就是可以看到中层人员都没有放弃哦，就是尽量把上层人拉住的。哇，我觉得不管是中层啊、下层的这些队友们真的很辛苦，然后即使这个脸啊被碰了一下，或是这个姿势不太对，有一些干扰，这个表情呢还是要维持的非常非常好。表情管理要对，可能也要练一下。哦，这真的不容易啊！有时候可能瞬间被打到的时候，对，其实蛮痛苦的。对，但是这个脸上一定要露出笑容。这个我觉得这是运动员他难能可贵的地方。对，就是说他要把什么样的精神价值带给观众，这个蛮重要的。是。那其实他们在自己的场地练习的时候，我相信这些动作难度对他们来说是驾轻就熟。但是到现场以后，因为会有一些他们比较不习惯的变音啊，比如说场地啦，这种空间感不太一样，空间感不太一样，所以会多多少少影响选手的表现。那毕竟在比赛的场合是公开，对，然后现场的观众这么多，对，多多少少会有点紧张。是的。接下来进场队伍编号99，金字塔公开组9趴。好，接着是金字塔公开组的第2队9趴。
好，开场的难度跟刚刚上一支队伍有点不太一样哦，但是是一个同类型的。接下来是一个翻上接个软体的动作上 side step。哦，这是一个前翻上再接一个1-2，这难度相当高了。真的非常非常精彩，金字塔好看的地方啊！来，再接一个后翻上，好，撑住，加油，全上，非常。前面是一个空抛肢体转体，好，也是一个翻上的牛角，但是他在翻的过程，他翻上的过程又多加了一个不同面向的翻转。哇哦，这一段的表演，对，精彩。其实会发现说，这个稳定度其实是还是最影响整个我们在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能够呈现的最后的动作是什么，要能够让人家看懂。是，对。刚刚的精彩动作，对，这个开场动作其实大家在难度上呢，要比上一个直上的方式又多了一个过程。前翻上一个转体360，再接上 side step， 这一个前空翻上，这个难度很高。对。抛的高度相当不错。这个后翻上，它又多加了一个1/4圈的这个翻转。接下来进场的队伍编号100，竞拉团体幼儿组 Level 1，艾伯特幼儿园。好，紧接着是编号第100场的竞拉团体幼儿组，来自艾伯特幼儿园。哇，可爱的小朋友来了。对，最可爱的组别来了。对，对于开始对小朋友的训练，我想就是最基础的，对，把这个精神喊出来，大家争气，对，那把口号该喊的喊出来，对，好来喽，很整齐哈。幼儿园的小朋友能做这样的动作，对，非常不容易，已经很厉害了。
的几个承翻动作哈，它大部分是以往前向的这个前软翻的动作为主，还有侧翻。所以你看，还在国小前的小朋友就能够做出这样的动作，而且他们身体很柔软，很柔软，对对对。训练上面应该算可以很快就学会了。但是在这个阶段啊，尽量不要让小朋友就是感到挫败，或者是他们会受伤的感觉，因为从小开始很重要，所以他们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长大会对这个运动比较差一点。培养自信，对，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对，要让他们尽量去成功这件事情。看到这一群大概就4到6岁的孩子哦，可以做这样的搭配，那这样的动作，确实非常不容易。对。主要还是在他们整个流程里面，能够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了解指令对什么，都记住，记住，然后听得到音乐，然后不慌不乱的展现这是比较难能可贵的地方。哇，非常可爱的表演，这个青春中的青春。好，很好，很有礼貌，对，这个很棒。哦，这是跟我们看一般的竞技比赛又有另外不同的滋味。对。小朋友很可爱哈，眼睛会东飘西飘，会一直看。对，其实这个也是在训练中的一环啊，就是说让他们知道相对位置在哪里。对，那教练有时候会提醒说，忘记没有关系，对，看一下别人，然后或者是对一下现场地形地理都没有关系。对，只要能把队形走出来，然后不要影响到其他的队员。画面中右下角都是女孩子，对，有女生来担任。通常在各项比赛，幼儿组的都是最热闹的，对，因为一个小朋友可能会带4个家长。你跟我应该是都很有感觉。对，这个爸爸妈妈这2个，然后阿公阿妈，那如果这个爷爷奶奶、阿公阿妈都来，哇，一个带6个，对。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可以这么热闹，对。所以这就是幼儿运动很特殊的地方。最热闹的通常都是这种学龄前大概就国小，啊，对，都当孝子孝女。我想有小朋友的观众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对，但是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场上去展现这些动作，那种当父母的成就都很骄傲，很骄傲，真的很骄傲。接下来进场的队伍编号101竞拉团体国小组 Level 2台中市丰春国小。好，接着是竞拉团体国小组的部分，是来自台中市地区丰春国小。这是国小组哦，又大了一点。对。那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动作是不是有进阶啊？他们是挑战第2级，对各方面的能力会不一样。稍动作就可以做到。是很有精神哈。
多底层的展现都是衔接的哈，变化性相当不错。哇，所以大家都做对全员对全员后手翻对。哇，几乎全队都可以对。好。利用两组多底层的方式来变化金字塔。好，再成一个。加油！到的是台中市丰春国小小朋友非常精彩的表演。好，很好，对，不错，尽力。空抛做到纸上这个姿势哈，对小朋友来说其实蛮不容易的。在想这么小的小朋友，然后空抛之后要能信任在底下的伙伴，哇，这个在练习上其实我觉得这心理障碍要克服是不容易的。相对小朋友在表情上就会比较紧张，对他没有办法像大人对做好表情管理，因为他们是骗不了人的。小朋友不会说谎，对，真的会怕就是会怕，对，会紧张就是会紧张。但是我觉得这是小朋友可爱的地方，对，他们很真实啊，很专注在这些动作上。然后一方面他们在表演的经验比较少，对再方面就是教练就站在前面，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压力。不过还是要慢慢磨练啊，对，国小啊、国中慢慢一路训练，对。队伍编号102。好，那接着是编号第102场。Level 2 Dreamfly All Star。这是金拿团体国小公开组，也是 Level 2的部分。Dreamfly All Star。Dreamfly 他们是在桃园，这个台北的林口。
分也是很完整的。这边这个家长全上，对，孩子太喊了，家长比孩子还紧张啊！对的，对的。好，开场利用30多里程做一个旋转上，电梯延伸姿。好，几个转换哦，包括有做到一个换脚的动作。对的，看动作，选择是后软翻以及后手翻。接下来是助跑横翻的部分。好，可以做到连续的后手翻。好，利用支撑回环跟多里程的方式来做金字塔的转换。好，最后也是利用金字塔来做结尾哈。这是国小组 ，Grand All Star， 这是 Level 2。好，这个换脚的动作其实对小朋友来说蛮难的。抛虽然没有实施的很完整，但是很安全。对，小朋友都知道要接。女孩子。对对对大会报告，在力量上面，对，提醒本场馆全面禁止吸烟，禁止饮食，为避免影响裁判评分及维护他人观赛权益。现在的观念大家比较会去打破这个性别。对，没错，没错，确实。总动，敬请配合。也有很多男孩子做上层，对。现在各项运动的这个性别的界限已经没那么明显了，对。
队伍编号103竞拉团体国小公开组 刚刚在评审艾伯特啦啦队评分完成之后呢，接着要进行的是竞拉团体国小公开组的另外一队艾伯特啦啦队，也是 Level 2。艾伯特是台中的丰原。幼儿园，那现在来到国小组的部分。是组的冲抛直上。这是一个换脚的动作。好，全队实施一个跳跃加后手翻。接下来是全队实施跑步三级。接下来这个上层是一个楔形姿哈，这个柔软度的展现。好，衔接个分腿，然后再做电梯直上。好，蛮完整的。Level 2该做的动作难度都呈现出来。对。像这一种换脚的方式，对小朋友来说其实很难。对，因为一般小朋友对于平衡这方面，其实你光要他在地上要做换脚，其实就有困难，更何况他们要上到这个中层的位置。那么他们在金字塔组还是有规定，就是支撑归还，可是中层的人员是可以松手。
柔软度的展现很完整。接下来进场的队伍是编号104竞拉团体国小公开组 Level 2 Dream Fun New Star。好，接着竞拉团体国小公开组的 Dream Fun New Star， 刚刚是 All Star， 对，这一组是 New Star。加油！音乐部分开始是选择玻璃瓶的方式来做的开场。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很好，加油！好，还是把它做完。对，没问题，没有问题。加油！哎。其实，在现场都有专业的教练，对，随时在做防护，对，不会让孩子受伤。对。看得出来 ，New Star 是新兴的，对，好，新刚加入这个运动的孩子，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整个实施的过程中会比较紧张，在跑位上就会比较慌乱一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就是说他们在遇到这些场上的状况，要临机应变，对，去克服，对，要马上就要能够反应过来，然后不要慌乱。那像他们在流程里面，像这些都是基础的练习，要把它加进来。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编排。
下来进场队伍编号105竞拉团体公开组6级 Level 6东海大学。哦，那接着是竞拉团体公开组6级，对，来欢迎东海大学。东海也是我们台中在地，对，相当知名的竞拉的学校。在口号部分跟小朋友就是不太一样。没错。好，开场利用几个藤蔓的技术还有空炮来做一个衔接。好，接下来是单体层的展现。自由女神之，前面2组他们是做一个空抛直体，衔接一个金字塔111。这是一个后翻上天地延伸姿，再接一个前空翻。回环来做一个金字塔的展现。OK 哦，这个安全的上都没有问题。好，几个单元的组合来做一个画面的呈现。东海大学也完成了他们的表演，这是在团体公开组6级的部分。当然看完编号100的竞拉团体公开组，待会会登场的将是竞拉指定动作的国小组有2场，也是这个台南市协进国小 A 跟台南市协进国小 B。在这个中午的部分，最后的2场可以。
裁判其实他们在讨论上就是需要很仔细，所以会有时候会有等待的时间。指定动作国小组，台南市协进国小 A 队。协进加油！好，协进国小 A， 这是竞拿指定动作的国小组。Ready！ 这个指定动作的目的呢，就是可以让刚学习啦啦队的这些选手呢，他们在学习的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流程做学习，会比较有概念。协进国小 A 完成了指定动作的表演，这等于是在竞技啦啦队的基础，对 ABC 了。对。这个是每一年协会他们会提供一套完整的像这样子的动作跟流程，那可以省去教练在编排上的困扰，包括这些音乐也都是指定动作的一环。所以它在技巧难度上相对就比较简单一点，因为要让这些孩子他们能够马上就可以有练习的方式跟比赛的空间。其实我刚刚要表达的裁判的部分是这个综艺的牌子。等啊，因为我们以前的时候是没有啊，所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这个对要开始下一组，对，现在很贴心的，好的比个圈就知道，差不多裁判的评分结束了，可以进行下一组了，我觉得这个蛮贴心的。编号96，竞拿指定动作国小组，台南市协进国小 B 队。好，接着轮到协进国小 A。Ready。
到台南市协进国小 B 也完成了他们在竞拉指定动作国小组的比赛。那当然在这一组的比赛过后呢，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所有在竞技啦啦队的部分呢，暂时告一个段落。那其实在下午的2点钟左右呢，要进行下午的赛事了，所以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 HotSport 带来的直播服务。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的现场。